上完体育课后，我们都习惯去小卖部里面买一瓶冰镇的碳酸饮料，一股脑喝下去，然后再打出一个响亮的嗝。一瞬间，体育课上面的疲惫就能得到最大程度的缓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打嗝似乎是一种偏舒适的行为，但有的时候，如果持续的停不下来的话，那也难免有些尴尬。就按照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每次持续打嗝后，我都会多做几次深呼吸，或者大口喝水，过几分钟，打嗝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停下来。所以各位还有什么停止打嗝的妙招，可以在弹幕里面分享一下。那么今天咱们要讲的奇怪案例，就是怎样都停不下来的嗝。有一个人每2秒钟就打一个嗝，日日夜夜，甚至影响了睡眠。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好几年都没能停下来，而更有甚者，持续打了68年的嗝。为此，他不得不研究出一种能够避免发出声音的打嗝技巧，但这也只不过是稍微缓解了打嗝的负面影响。那问题来了，他们到底怎么了呢？查尔斯·奥斯本就是这位打了68年嗝的奇人。他从小生活在美国爱荷华州，长大后开启了农民生活。然而，安稳美好的生活在1922年6月13日这一天就此打破。当时查尔斯才29岁，他准备屠宰一头猪。按照流程，他先给猪称重后，然后吊起来。可没想到，在此过程中，他脚底一滑，摔了一跤。起初他没有任何感觉，爬起来继续干活。但不久之后，查尔斯就开始打嗝了。本以为2-3分钟就能消停，可奇怪的是，这嗝怎么都停不下来。根据查尔斯自己的回忆，最频繁的时候，他每分钟要打嗝40多次，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为了彻底治好这打嗝的怪病，查尔斯四处打听，求医问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几乎耗尽了全部的积蓄，走访了各大医院，但得到的都是医生的摇头叹息。与此同时，高昂的路费让查尔斯不堪重负，最后他决定放弃挣扎，做好了在打嗝当中度过余生的准备。1987年，美国知名专栏作家阿比盖尔·范布伦在报纸上报道了有关查尔斯怪事的文章。的希望，可他基本都尝试了一遍，无一奏效。没人知道为什么一次摔倒过后会引发数十年的打嗝。后来，一位名叫特伦斯·安东尼的专家推测，查尔斯的情况很有可能是因为意外摔跤导致大脑当中的一个细微血管破裂，从而抑制了打嗝反应的一小块区域。但不论原因如何，这个事情都已经陪伴了他半辈子了。一直以来，查尔斯都努力保持正常的生活。好在他是个非常乐观的人，不会主动谈论自己的病情，爱和周围人开玩笑。通常他都会在早上8点起床进行晨间散步，晚些时候便和朋友们一起打牌闲聊。为了帮助他摆脱打嗝的困扰，有一次查尔斯的朋友出其不意，突然朝天上开了一枪。他确实是吓坏了，可依旧在打嗝。在这期间，他还听说实验性激素疗法或许能够根治他的怪病，可事实证明，查尔斯可能真的要被打嗝困扰一生了。据记录，最开始的时候，查尔斯平均每分钟要打嗝40多次，后来慢慢的逐渐减少到每分钟20多次。这得益于查尔斯学会了控制噪音，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在训练自己在打嗝之间的呼吸，来抑制打嗝的声音。到后来，大家虽然能够看得出他在打嗝，但已经听不见任何声音了。其实对于查尔斯来说，能做到这样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持续的打嗝让他体重减轻，身心俱疲，而且到了生命的最后10年，查尔斯面临进食困难的问题。由于难以吞咽食物，查尔斯只能用搅拌机把所有食物打碎着来吃。原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在1990年的某一天，他突然间就不打嗝了。然而他才回归清静不到1年的时间就离开了人世。据不完全统计，查尔斯被怪病困扰了68年，这一生打嗝的次数超过了4.3亿次。现如今，医生有了新的看法，比如神经外科医生阿里塞菲，他认为查尔斯摔跤导致了肋骨受伤，从而损坏了他的膈肌，所以才会打嗝不止。当然，这也只是他的猜想。那么，打嗝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说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生理反应，其原理是由于膈肌突然收缩导致的呼吸道关闭。而横膈膜是位于肺部正下方的一块薄而平坦的肌肉，当它收缩时，空气流入肺部，直到声带突然闭合，从而发出打嗝的声音。至于打嗝的原因，最常见的就是胃胀或吞咽空气过多，从而刺激到了控制膈肌的膈神经。那大家应该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就比如吃东西吃的太多太快，或者喝了带气的饮料，就特别容易打嗝。虽然大多数打嗝情况都是无关紧要的，但如果持续时间很长，比如超过了48小时，那这种情况就属于顽固性打
打嗝了，需要多加重视，及时就医。根据官方数据，顽固性打嗝困扰着1/10的人口，有可能导致严重疲劳和体重减轻。长期打嗝的原因多种多样，也包括了神经损伤、中枢神经系统疾病、酗酒、糖尿病、麻醉和癌症等等。而直到今天，查尔斯的打嗝病例也属实太罕见，仍然是未解之谜。另外，肿瘤也是造成持续性打嗝的罪魁祸首之一。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另一位受害者的情况。克里斯托弗·桑兹来自英国，是一位年轻的音乐创作人。自从2007年2月的某一天起，他突然开始疯狂打嗝，生活也因此而彻底被改变。克里斯托弗本人也完全摸不着头脑。一开始几乎每2-3秒就要打一次，每天至少持续12个小时。到后来，打嗝速度有所变化，有时候很快，有时候会减慢，偶尔还会暂停1个小时，保持完全不打嗝的状态。这搞得他内心非常的紧张，时时刻刻都在担心打嗝何时会再度来袭。有时候吃东西突然来一个嗝，食物就会被全部吐出来，反反复复。而且更让克里斯托弗没想到的是，睡梦当中他仍然会打嗝，被自己惊醒后继续睡觉，然后继续打嗝，直到修复隐隐作痛，完全睡不着了，整晚都不得安宁。过了一段时间，克里斯托弗实在是受不了了，来到了医院。经过医生检查，发现了克里斯托弗有胃食管反流的老毛病，胸口经常会有灼烧的感觉，因此医生决定先用药物抑制住胃酸。可事实证明，这对克里斯托弗并不起效。接下来他又接受了一系列血液检查，头部、胸部和腹部的 CT 扫描，试图找出病因。但除了扫描出克里斯托弗患有食管裂孔疝，更容易引起胃酸反流之外，没有查出其他问题。最关键的是，克里斯托弗从小就有这毛病，在此之前他也从未有过这么严重的打嗝。很显然，他不是罪魁祸首。另一边，克里斯托弗也正在努力地维持正常生活。谁能料到打嗝会给一个人带来多么可怕的影响？克里斯托弗变得不能开车，不能弹吉他，也无法正常工作和约会，生活停滞不前。好在家人朋友是他最坚强的后盾，他们细心照顾并陪伴他，努力把他逗乐。而克里斯托弗也不负众望，尽可能的保持乐观，有时候他还会开自己的玩笑。当然，克里斯托弗也在网上搜集了许多偏门的治疗方法，其中包括做瑜伽、催眠疗法、针灸等等。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奇怪的偏方，就比如吃花生酱，倒立着吃蜂蜜，用特制的杯子喝水。虽然一听就很离谱，但克里斯托弗全部都认真执行过，只可惜全部没有用。另外，医院那边经过多番检查，眼看着找不到病因，医生也开始怀疑这会不会是某种心理疾病。但测试结果表明，克里斯托弗的心理一切都正常。渐渐的，他因进食困难而减重了27斤。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他很快就会营养不良。到这里，克里斯托弗终于意识到，如果自己不再做点什么，很有可能就要在打嗝当中度过余生。很快，他给当地报纸写了一封信，描述了自己的遭遇。没想到反响热烈，吸引了各大电视台前来采访，同时也获得了世界各地的帮助。2009年8月，克里斯托弗前往日本东京，因为那里有一位名叫孔多的医生，研究打嗝问题已经15年了。经过全身检查，孔多医生发现克里斯托弗的脑干上有一个1.2厘米的肿瘤，就是它影响了大脑的神经系统，导致持续打嗝。原来困扰克里斯托弗3年之久的怪事，罪魁祸首竟然是脑瘤。于是克里斯托弗在同年9月接受了手术，切除掉了60%的肿瘤。手术过后，打嗝奇迹般的停止，他彻底摆脱了这一怪病。可同时，手术也给他带来了一系列后遗症，比如他的左侧肢体感觉有所减弱，四肢活动稍显困难。医生告诉他，这是手术引起的并发症，恢复过程会很漫长，可能需要18个月才能完全正常。不过克里斯托弗已经很满意了，因为他终于又能拿起吉他和乐队一起排练，能正常工作社交。虽然还没恢复到最佳状态，但至少一切都在慢慢变好。那看完这2个病例，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偶尔打嗝是正常的，一般都是因为过度吞咽空气、胃食管反流、吃东西太快、喝带气饮料等常见状况引起的，时间较短，基本上无需干预。但还是有一些极少数的情况，持续打嗝停不下来，一定不能掉以轻心。虽说前有打嗝68年的查尔斯奇迹般的自愈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无害。通常来说，持续打嗝都是由于严重的医疗问题引起的，就比如心肌梗塞、肾衰竭、中风、多发性硬化症、脑膜炎、神经损伤等等。至于克里斯托弗嘛，就连他自己都感叹，回想起这3年的时光真的是太疯狂了。起初觉得自己打嗝很蠢很可笑，殊不知后来怎么也停不下来，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他做梦都想找出问题所在，可接下来他又不得不面对人生的大起大落。好消息是病因找到了，但坏消息是脑袋长瘤了。好在手术还算顺利，烦人的打嗝终于消失，他因此重获新生。所以说，有时候看似无关紧要的一些生理现象，一旦反复发作，都能影响一个人的正常生活，甚至毁掉他。而像他们持续了这么多年，真心的佩服他们。当然，虽然很大程度上他们都是认命的，但无论多么艰难，也都没有因此而失去生活的勇气。
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有没有专治打嗝的妙招呢？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点赞、收藏和关注。我是郑郑，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